宋大定3年，选封国完颜氏率兵10万攻打宋庭，全军覆没于宋境，哀嚎遍野。战火初歇，乌氏后人以一溪花为引，开启换界渡灵，以还大地安宁。经此一战，犬风兵力损失殆尽，几境灭国。此后，宋边境平顺数年。经查明，犯人赵毅为纵火烧死刘统领一案元凶，按大宋律令，处以斩刑，即刻执行。斩！何人作乱？给我拿下！走！提刑官宋大人奉旨办案，看谁敢胡来！宋慈，拜见2位大人。京城虎夭夭，拜见2位大人。2位大人，此案定罪赵毅，可有实证？哼，实证？人就是他杀的。库房起火当晚，只有他一人值守。单凭他玩忽职守让库房起火，我就可以要他脑袋，还要什么实证？二将军，大宋刑法，杀人者当斩，大宋军规，渎职者即当斩。但本案
还未查清，如此草草了案，恐怕会错杀无辜，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凭什么说我杀错人？呈上来。大人，此信是刘将军几日前寄给我的。信中说道，近日怪事连连，搞得边关将士军心动荡。信中还说到，几日后的祭祀恐怕会生变。但就在收到信后，刘将军就被害了。我怀疑，刘将军是知道了什么秘密，才会被杀人灭口。就靠这一封信，宋大人就要为定罪的人翻案？大人的意思是，此信不是刘将军的笔记。这封信的确是我三弟的笔记，但和赵毅玩忽职守又有什么关系？大人，人命关天，只要还有疑点，就必须继续追查。况且，刘大人说，他不是被烧死的。一派胡言！三弟葬身火海，半副尸骨都没有留下，还怎么说话？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了他！来人，且慢！没有。三弟，刘将军，你可是被火烧而亡？那个人是否是杀害你的真凶？大哥，三弟，三弟，哎，我刚刚听宋提刑和那个胡夭夭悄悄说，他是骗大将军的。他的红伞里有幻影机关，这要是让大将军知道了，哼，还不得杀了他呀？好了，别废话了，别一天到晚叫上客，赶快走吧。火烤之后，人体残余的油脂会融化，红麻会粘在上面。人若是清醒的被烧死，必会挣扎，油脂也会四处飞溅。大将军，请看，这尸形完整，说明刘将军是死后才被焚尸的。当晚库房也没有打斗的异动，说明刘将军是在别处遇害，再遗失至此。刘将军在别处被害，可赵大人当晚一直在库房内，难道凶手真的另有其人？混账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大将军，这满营的军士皆可以证明赵毅当时并没有作案时间，而具体的作案手法，需找到真正的犯罪现场，方能查明。大人不好了！大人，那赵夫人把自己关在房里，要寻死。小爱，小爱，小爱，别动！什么？赵夫人乃祭祀之人，我早就吩咐过，祭祀之前务必将人看好。一帮蠢货！大将军，这杀人放火必是同一人所为。赵毅虽然有失职，但请允许他戴罪立功，助我破案。好了，把人放了。大哥，快去救赵夫人。是。
愣着干什么？去把人给我看好！小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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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二。相公，什么破酒？吃菜。哎，这酒是丞相大人托我带给大将军的，你要喝了，我怎么交差啊？你的意思是，那个大将军的舌头比我还金贵不成？这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要是这些粗茶淡饭的入不了郡主您的口，干脆您快些回京师吧。你给我闭嘴！这话要是别人说与皇帝听了，抓我回去和亲，我就把你抓进轿子，替我出嫁。你看啊，生在帝王家，这婚姻大事本来就由不得你做主。再说了，这陛下也是为了大宋太平。大宋太平，那是靠我一个人能稳住的吗？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大宋？我有那么多姐姐妹妹，都天南地北的嫁。你说这天下太平了吗？你就是个榆木脑袋，每天都变着法的让我走。我问你，你该不会是还受不了我的诱惑，无心办案吧？不是要喝酒吗？来，给你。好了，我们是来查案的，正经点啊。宋慈，宋大人，多谢宋大人法场救命之恩。赵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卑职今日特领命前来协助查案，也望早日洗清身上的嫌疑。那便有劳赵大人了。对了，赵大人，家中夫人可好啊？多谢宋大人挂怀，内子无碍。这瑶瑶姑娘怎么了？没事，不用管她。赵大人请。请。别动，别破坏案发现场。瑶瑶，给我拿点白醋过来。嗯。出来了。白醋，你懂什么？白醋可以让血迹显现。
拿出来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不是昨天刑场大将军用的那个剑弩？大人，你看。哎，你们看，血迹真的出来了，一定是这个大将军想杀死三将军，然后又打不过他，就先用暗器伤他，打斗过程中留下了这一番血迹。瑶瑶，看来是时候去大将军府走一遭了。二位身份尊贵，还是让我先进去看看有什么机关或者暗器。等等，去点个蜡烛。今晚的体库，居然在棺材里生了孩子。棺材不行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带来厄运！杀了他！求求我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！求求我，我不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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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求我，我不嫁！求我，求我！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！你是在报复我吗？宋慈，宋慈，别怕，别怕，都是幻觉。小孩，小孩，等等我，我来陪你。赵一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感觉自己跟做了一个梦一样。我们中了迷药。迷药？什么迷药这么厉害？信呢？信刚不是在你手上吗？有人偷走了信。这的确是本官的剑。你倒是坦白的还挺快。名义上说来是给我送丞相的赠酒，实则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刘将军的府上出现了血迹，还在现场找到你的弩箭，是线索带我们来到这里，还想怎么开脱？开脱！我兄弟三人对朝廷忠心耿耿，为大宋沙场征战死而后已。平日里就看不惯你们这些搬弄是非的人，更容不得你们在此构陷。将军军人铁血，宋某佩服。虽然在案发现场发现了您的弩箭，但宋某并不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敢问将军，此弩可曾遗失过？不必惺惺作态，此弩是我随身携带之物，从来没有遗失过。大将军，
近日边关频繁有怪事发生，搅得军心动荡。刘将军又在此时遇害，您设想，如果发现这剑的人不是我，是二将军，那其目的就是为了挑拨您三人的关系，以削弱城防。祭祀当天，刀枪入库，防备薄弱，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。危言耸听，有什么凭据？我们在刘将军的密室发现了一封书信，我怀疑此信的内容应该和中元节祭祀有关。又是信，把信拿来看看。那信被人劫走了。没有凭据胡说八道，军情大事岂是儿戏？巍巍大宋不是靠一张嘴守住的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破不了案，本官就治你扰乱边关之罪。将军保重，送辞告退。走。难喝。大将军简直就是浪费了一壶好酒。这鬼天气也是潮得发霉，我手上都长出疹子来了。不过那个刘将军也算得上是一个爱书之人，府上的书都保存得极好的，想必也是时常拿出来晾晒。前些日子我母亲还大发脾气，说府上的下人没有好好保管好他那些古董书，书都生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在跟你说，我的手都长疹子了，你也不关心关心我。不是这个。使用兵刃，方能留下大量喷溅的血迹，但必然会惊扰府里的守卫。不对，没有兵刃。再来。血迹是伪造的，现场是精心布置的。如果那些书当时就不在书房，宋慈，宋慈，宋慈，
你是不是知道谁是杀人凶手了？是大将军吗？为我跟你说话呢。哼，又开始装模作样。不过我喜欢。刘将军的书房是伪造的第一现场。假的？来人，上酒。可是，如果这是假的，那真的在哪？书房确实是案发现场，但刘将军死状是伪造的，而且我还推测出了凶手遗失的手法。书房里少了一个箱子，刚好可以藏人。那不是只需弄清楚是谁移走这个箱子，不就知道了？哎，你说，在密室，会不会是大将军把我们迷晕，然后偷走了信？宋慈竟敢用毒酒谋害大将军，快束手就擒！瑶瑶，你先走。要走一起走。你走了才有机会救我。记住我跟你说的事，去查明。走。住！拿下！大人，还是不认罪，拖进大牢，等二将军回来处置。是。不嚷了。那我问的问题，你都听懂了吗？说。将军被害那日子确实没晒书啊，是前日晒的。后来将军在书房关着房门不让我们进去，直到第二天将军被害，那书也是他被害后匆忙归置进去的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那里确实还有另外一个箱子。每月中初，将军会命人把上月的账目封存搬进库房，晒书的日子就是送账目的日子。将军吩咐完，就回到了书房，一直没有出去过。你怎么确定他从来没有出来过？那晚我派人去给将军送膳，可将军说他染了风寒，不想用餐，还吩咐我们谁也不能去打扰他。谁？是我。瑶瑶姑娘，大将军真的是被你们害死的吗？放屁！你们竟然连这种鬼话也信！我们是被冤枉的，把宋慈还给我。宋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相信他会杀人。走，给我救人去。小人身为言轻，况且我身上的罪名还未洗清，实在是……你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我……这个你认识吗？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郡主身份，罪该万死。我乃安阳郡主，我现在命令你，同我去救宋慈。
请郡主恕罪。以二将军的脾气，大将军刚刚遇害，就算郡主亮明身份，恐怕……你简直就是贪生怕死！我自己去叫。宋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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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早知道他们要把你伤成这样子，我死都不会走的，我死都不会走。你堂堂大宋提刑官，他们都敢杀，我要杀了他们，我要杀了他们，我要把这里全都烧了。好了，我没事，别哭。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宋慈。好了，我没事，别哭了。狗贼宋慈在何处？你干嘛？出去找死吗？我不出去，不出去难道在这里等死吗？你干嘛？快压着我，压着我出去，快！大人，狗贼宋慈人在何处？在里面，将军。来人，拦住他们！站住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狗贼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点！停！弓箭拿来！瑶瑶，没事，你先走。给我拿下！快，抓住他们！走，走，分头跑，我来引开追兵。废物，给我追！对。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来，大爷。哎呦，姑娘，你总算醒了，可担心死姐姐了。滚！滚！滚滚滚！妹妹不开心呀，我们马上滚。可是谁把钱付一下，好让我们滚得麻溜点儿。不要，把钱给了。我哪有钱？没钱？没钱你们还来逛妓院找小姐姐？来人！来了！给我搜！喂，搜仔细点儿。什么破玩意儿？破玩意儿！你眼瞎你！这玩意儿都能买你100个妓院了。这要是假的，我打断你们的狗腿！我们走。
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帮你查案，你给我逛妓院，我让你浪，让你找小姐姐。我告诉你，那箱子里放的确实是账目，帅叔的那些箱子都搬去库房了。走。肚子无毒，哎，耳朵里有毒。鼻子里也有毒。喉咙里也有。你看。你看，喉咙以下全部无毒，只有耳、鼻、口这3处，银针是发黑，说明这毒应该不是内服。口耳鼻相通，如果毒是从口部进，那他的喉咙应该发黑，所以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，毒是从耳朵滴入的。是一席画图，走，去内室。一席花，对，和密室迷惑我们的花一样。瑶瑶，上去看看，看看房梁上有没有脚印。嗯。瑶瑶，有脚印吗？有。顺着脚印走。嗯。没了，脚印消失了。啊，原来脚印消失的地方，就是大将军遇害的地方。大将军就死在榻上，凶手就是藏在这儿，给大将军下的毒。瑶瑶，你在上面能不能看清我的耳朵？嗯，非常清楚。喂，你又在勾引我？你干嘛呢？什么人？快这边！这边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刚有思绪就被你撞飞了。想跟我躺一起你就直说呗，以后爱躺多久躺多久。快！糟了，现在前有狼后有虎的。快！仔细找！快！快！这边！快，救我！那边搜索！快快快！宋大人，郡主，之前不知郡主身份，多有得罪，请郡主恕罪。看在你救了我们的份上，饶了你。多谢郡主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之前被抓，我一时着急，就去找赵大人帮忙。二位放心，
我绝不会透露郡主的身份。不过，你们不是逃出来了吗？我们去了大将军府。来，坐下说。有什么发现吗？人自然不是宋慈杀的，是当天有人潜入将军府，把毒滴入他耳内，毒害了大将军。而那毒和我们在密室中的一样，是异稀花。是尊夫人？是，内子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家静养。见过宋大人，多谢大人对我家相公的救命之恩。不必多礼，您快请起。大人已经免你礼了。来，坐，坐。喝杯茶。姐姐身上好香啊！郡主见笑了，这是普通的熏香。内子自从诞下小宝之后，身体一直虚弱，于是请了名医，开了这鹰嘴香，长期熏于内室，安神健体。方才我在书案上看到的书法，行云若流水，落笔若云烟，真是妙哉啊！夫人闲来练笔，让宋大人见笑了。赵大人，哎，方才提到异稀花，你可曾知晓？愿闻其详。这种花生性极阴，极为罕见，生长在幽冥处，是犬风国特有。那日我们在刘将军密室，就是中了此毒。方才我和夭夭去大将军府探案，发现大将军耳内中的也是此毒。可这犬风早在10年前就已经灭国了，怎么会和他有关呢？就算是残余集结，谋图反宋，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？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冲着祭祀来的。如此说来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是威胁边防。在祭祀时，不能有凶煞的物件出现，所以刀枪入库。这时边防是最薄弱的。如果敌人此时趁机里应外合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么危险，那就暂缓祭祀不就完了吗？这祭祀是陛下亲批的，怎么可能说停就停了？而且如果不驱散怨气，边城百姓不得安宁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将此事禀告2将军，让他早日防备，或许可以将敌军一网打尽。对，这天快亮了，我即刻动身前去禀报2将军。就你2将军那暴脾气，能听你的吗？还是我同你去吧，毕竟我是安阳郡主，他奈何不了我。也好，宋大人放心，我会以身家性命保护郡主。小爱，一会儿带宋大人前去厢房歇息，明天还要祭祀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走吧。宋大人，请。
果然是你。这鹰嘴香里面虽然有安神之功效，但是你却在这香里面混入了一稀花。你借一稀花毒来恢复你的灵力，你却骗赵毅那只是鹰嘴香。你是怕刘将军的死以及密室的花毒和你扯上关系吗？你是犬风国人，对吗？这封信是刘将军寄给我的。方才我在你的房间看到你的字体和这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，是你有意造了此信，引我来这里，对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你设计毒害了守关大将，你为何还要引我至此？你个犬风人，究竟想干什么？小心！小心！走！将军，克林将军，你还活着！我杀了那妖女，我杀了那送狗妖女。将军，我们回犬风吧。回哪儿去？败兵之将，亡国何为家？回去，还不如去死。快点走，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到？巷子太黑，郡主小心。等等，这有条小路，可以走得更快。那还不快走？郡主，这巷子太黑，卑职给你点灯，引路。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我们得稍微快一点，要不然宋慈他……一个流着皇室血的郡主，远比那官生子宋慈要强得多。滚！都给老子滚出去！赵大人，您今日就先别进去了，将军又喝醉了，正发脾气呢。大人，该开始准备祭祀了。祭典姿势体大，关乎国运，望大人先行安排妥当为妙。你看着办吧，别来烦我。我已经找到宋慈及其同伙的踪迹。当真找到宋慈踪迹？宋慈狡猾，请大人允许卑职领兵前去拿人。去，把人给我提来，老子要手刃宋慈。是。
你全心全意付出，却如黄粱一梦10年，值得吗？值得。即使他骗了你，报告将军，家中无人。赵毅他一直是我全部的梦想。报告将军，夫人不在房中。而我也坚信，我也曾是他的梦想，只是他最大的梦想是复国。他没有骗我，10年的相濡以沫是真的，我能感受到的幸福也是真的。况且我们还有小宝，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，难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吗？我记得那年，我受伤后昏迷不醒，半睡半醒间，我知道是他一直在照顾我。后来我醒来，那天外面正好下着大雪，我们2个就坐在廊下看雪。他的发丝上落满了雪花，我就那样看着，看着。突然就觉得，一生就那样看到了头。霜雪落满头，你倒是白首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想要和他在一起，好好的爱他，好好的活着。因为我们巫族后裔本就寿数难长，他为我寻来了犬凤国的一席花，为我治病。我曾经怀疑过，但是我只愿做他是真心的为我。爱就像飞蛾扑火，你明知道可能会受伤，但是还是义无反顾。就像夭夭姑娘一样啊，她看你的眼神，我能明白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跟你耗定了，不怕逮不着机会。方才我在幻境里看到的，可是你在引渡亡灵。每次战争，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于战场，没有人给他们收尸，连他们的魂魄，也只能飘荡在战场上，无所托，无所依。我们巫族人的使命，就是为他们找一条解脱的道路，还大地一片安宁。10年前2军交战，死伤无数，后来就像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因为受了伤，没有办法完成使命。整整10年啊，我日夜夜都能听见他们的哀嚎，可是因为我灵力受损，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如今，我就想借助此次大典，完成当年未完成的使命。除了可以送走他们，你还可以将他们留下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赵毅他救你，就是想借你之手，留下他们。小爱，是不是宋慈逼迫你来这儿的？来，到我这儿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欺骗下去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赵毅不明白，那赫连将军可否明白？小爱，我曾想过要告诉你，我怕我说了，你会离开我。赵毅，你是我的夫君，是我最亲近的人。你当真要利用我招那10万妖兵？可怜他们本该魂归故里，如今却要沦为你的杀戮工具，而我也要双手沾满鲜血，成为大宋的千古罪人。欲成大事，必定会有流血牺牲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你脚下的宋国疆土，不也是靠我犬风的尸山血海而换来的吗？你既然已经知道亡国之苦，何必要在生灵涂炭呢？即便是我帮你达到目的，可到那时，岂还有我们容身之地？况且，
你要对大宋赶尽杀绝，那我身为大宋之人，是不是也要死在你的刀下？小爱，我从未想过伤害你。你只要帮我完成复国大业，我们一家人一样可以幸福的生活。你不是说我们是至亲之人吗？那请你相信我。相公，只要你现在停手，一切我皆可原谅。我们一家随你天涯海角，你可愿意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我明白了，在你心里早已有选择。复国对你来说，比我们更重要。带走夫人，拿下宋慈，给我干上！宋大人，不走好啊！我们走。才子不祥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他会带来厄运。母亲，我怕冷。赵毅，你混蛋！你狗胆包天！你可知道我是大宋的郡主？你竟然敢对我！赵将军，二将军喝多了，只能抬进来了。请二将军就坐观礼。给我拿酒来！给我酒！赵夫人，赵姨他说宋慈死了。叫他闭嘴！赵姨，你混蛋！开始吧。
赵大人，你谋杀大将军和刘将军，焚烧军备库，毁尸灭迹，还嫁祸于宋王，你可知罪？可笑！贼喊捉贼，来人，拿下元凶宋慈。二将军，本案宋慈已查明，凶手就在现场，但不是宋慈，请准许宋慈将其寻出。一稀花生于至阴，毒性猛烈，少量制香焚烧可入药，但把花粉散在空气中，可致幻。第一站就是宋慈，宋慈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死。傻丫头，我没事。我在京城收到刘将军的来信，收到信后，将军就遇害了，所以我来到此地调查。先是到刑场，指出了案子的疑点，救下了你，再到这里，经过胡麻辨尸，发现这里是焚尸现场，却不是杀人现场，洗脱了你的嫌疑。这一连串的事情，都像是我在主动推进，而赵大人你，像是一个无辜被牵连的受害者。后来我和夭夭来到刘将军府探案，你为了事情可以顺利进行，特意前来协助。一则是要报答救命之恩，二则查清案件，好洗清你身上的嫌疑，情有可原。我当时并没有生疑。之后来到了书房，发现书房有大量的血迹，以及大将军的一双弩箭，看似像是大将军用暗箭伤人，再将刘将军杀害，但现场留下的血迹，其实是你事后精心布置的，所以这明显是栽赃。你说案发现场是假的，那你可曾查明刘将军是怎么死的？刘将军的死因，我当时也没有想明白。不过，我无意间发现了密室和书信，这完全不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内，所以你只好试图将我们迷晕，然后自己也中毒，演了这么一出戏码。所以我推测，你是在纵火案的前一日潜入了刘将军府。你因忌惮刘将军的武功，所以先试毒，再将其杀死，再把尸体装入箱子内。刚好次日是将军府送账簿去库房的日子，你用尸体代替了账簿，送去库房。你再利用职务之便将尸体焚烧，安排好了这一切，等待我的到来。你们断案之人最讲究证据，你说的头头是道，可有半份凭证？你回忆一下，你杀人的那天，书房里是不是空的，没有书？夭夭已经去调查过了，将军被害的前一日，曾吩咐过下人把书房里的书卷拿出去晾晒。你杀人后，假冒将军在书房，称作自己身体不适，不准下人进来打扰。当然，下人也没有进来。直到下午，府里的下人才把书卷给搬回来。你想想，我们当日探案，书房的书卷上有大量的血迹，试问这怎么可能？其实当时如果有更多的时间仔细想想，就能明白所有事情的关联，只是后来的事情发生得太仓促。这壶酒是丞相大人托我带给大将军的，夭夭也曾喝过半碗，所以我确信这酒绝对没有毒。再看房梁上，房梁上有凶手的脚印，凶手正是潜伏在房梁上，用一稀花的花毒滴入了大将军的耳内，将其杀害。我和夭夭在大将军府查完线索以后，遇到官兵的追赶，赵大人你又再次相救。到了你的家中，发现书案上的字帖，居然和刘将军寄给我的书信一模一样，但是你却谎称说，这书信是夫人的笔迹。当时夫人的神情太过于慌张，以致我以为夫人才是整件事情的幕后主使者。夫人当时在房间里面听到了我和你的对话，得知所有事情的关键就是一稀花，而你
又常年用一稀花给夫人治病，所以夫人跑到破庙去查看一稀花究竟还在不在。赵毅啊，夫人是多么希望整件事情跟你没关系。再后来，我跟踪夫人来到了破庙，得知巫族一直靠符号记事，根本不通晓什么文字。夫人是因为你撒的谎，才惊慌失措，并且我在夫人的幻境当中，发现了你是犬风国人，是所有事件的幕后主使者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当时盛怒的二将军要来监狱杀我。赵大人，你再次相救。不，应该是赫连将军。其实你要救的并不是我，是郡主。郡主的皇室血统，是你达到目的的关键。宋慈，若不是我们立场不同，定能成为朋友。赫连大将军，你杀二将削弱城防，然后准备这个祭祀，利用小爱召唤恶龙，外合集结城外残部，想一举毁灭大宋。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了吧？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动手！宋慈，为了今日，我筹划了10年，如若没有万分把握，岂能让你在此放肆？你若不想让他死，就赶紧履行你的诺言。等等，宋慈，宋慈，不要管我！不要管我！我从出生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是大宋的。我不想给那个皇帝作为礼品去和亲，可是我也不能作为亡宋的罪人。宋慈，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，可是如果连国家都没了，我们还能去哪？我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，我没有勇气好好爱你。我怕我有一天会失去你，空留下美好回忆，日夜折磨。我现在只想告诉你，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运气。行了，不要在此卿卿我我了。你若再不开始，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。开始吧，月满无缺。这满地的亡灵，入不了6道，无处安放。是时候让他们回家了。
成了，成了！我旋风要复国啦！定是我犬风的将士们！狗贼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耶律大将军，宋慈，你个狗贼，还敢欺我！小二，宋慈，宋慈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瑶瑶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宋慈，不要走！宋慈，不要走！不要消失！宋慈，宋就算你们料到了我的计划，你们也阻止不了。结界已成，恶龙行，我犬风必将复国！瑶瑶姑娘，宋慈他在城外东边破庙的棺材里。我用命做了这场最绚烂的幻术，现在看清了你。不，小二，小二，我的命10年前是你救下的。现在还给你。不，小二，少爷，生生世世，我们都不要再遇见。不要！小二，小二。
在里面？宋慈，宋慈，你是不是在里面？我来了，宋慈，我求你了！我求你了！宋慈，你醒醒，你给我说句话呀，宋慈！宋慈，你不要把我给我来求你了，你不能死，宋慈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宋慈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坚持住。每次战后，巫师一族用一席花实施幻术，其实是为了安慰亡者亲人的心。赫连义却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希望通过小爱复活妖兵，才酿成悲剧。那你是什么时候通知二将军的？还记得我们在妓院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我给二将军写了一封信，托老鸨交给二将军。查到了，当铺的钱老板说这是皇家的东西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会相信你呢？他拿着你的令牌，迟早会知道你郡主的身份，那人一定会去送令牌。所以说，二将军只要拿到了信，手里又握着我的令牌，自然会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聪明。宋慈啊，你当时在机场说的要好好爱我的那些话，你再说给我听听呗。我说什么了？你真讨厌，再说一次嘛，再说一次，说一次嘛。